国王为了挖矮人的墙角，决定帮他们把被绝土兽侵占的王都夺回来。被死亡骑士吓退的先遣部队返回王都，将这件事禀告给了氏族王。得到有不明人士朝着王都而来的消息后，氏族王指挥所有绝土兽人移动到废弃区域。他则带着财宝去见了盘踞在矮人城堡中的白双龙王，希望他出手去教训攻过来的矮人。在征求了3个老婆的意见后，白双龙王答应了氏族王的请求，但是要求他们献出比现在多10倍的厚礼。氏族王也只好咬咬牙答应。对付小喽啰，龙王当然不会自己去，王妃推荐了自己的长子海基马尔，对方善于观察，应该能达成对他最有利的协议。但是海基马尔总是躲在房间里不肯出来，于是龙王决定自己去把龙拽出来。结果叫了半天门没龙答应，龙王这个暴脾气，当场一尾巴拍烂了儿子的房门，让他去击退入侵绝土兽人领地的矮人。海基马尔吓得发出了怪声，原来这条龙是个肥宅，胆子又小又不擅长战斗。他躲在矮人经过的路口，装模作样的挺起肚子，只希望对方看到他之后能被吓跑。但这一次他倒了大霉，正面遇上了古王一行人。此时的肥宅龙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只觉得死者大法师有点棘手，让他胃疼。他试图表现出威严的样子，让古王知难而退。结果这群人里就没一个怕龙的，古王更是二话不说，使出心脏掌握要将他杀了。能屈能夫乃大丈夫，海基马尔二话不说，当场以头抢地，光速臣服。虽然古王很想搞点龙来当材料，好在海基马尔这个肥宅体型太稀有，加上双龙也不止他这一只，收藏癖发作的古王就把他给了亚乌拉当宠物。亚乌拉一口气吹过去，肥宅龙当场被吓得尿失禁，遭到了亚乌拉和夏提亚的嫌弃。古王解围说，他以前的同伴红豆包麻薯小姐曾跟他说过，狗有因为兴奋而失禁的情况，感动过头确实会发生这种事。搞定了海基马尔，古王带着他和贡多去收拾双龙，让亚乌拉和夏提亚去对付绝土兽人。海基马尔偷家偷的那叫一个干净利落，二话不说就把古王带到了双龙王和他3个老婆的房间。在贡多的求情下，古王答应放过海基马尔的母亲。白双龙王打死都没想到，自己的肥宅儿子出去一趟，居然直接投敌，还把敌人带进了自己家。龙王叫嚣着要杀了古王这个愚蠢之徒，下一秒就被握碎心脏，光速去世。古王问海基马尔哪个是他母亲，除此之外他都要杀了进行有效利用。3头龙吓得异口同声说是自己，海基马尔也只好硬着头皮表示他的母亲有3位。虽然遗憾，古王也只好信守承诺放过他们，让他们把城堡里的龙都聚集起来，宣告新王的统治，并打发海基马尔去寻找矮人的书籍。古王用只能使用7次的稀有道具打开了矮人的宝库，差点被里面堆积的宝物闪瞎了眼。夏提亚换好装备，准备进行和绝土兽人的战斗。古王的命令是首先确认他们是否愿意臣服，如果拒绝，就将数量削减到一定程度。夏提亚表示自己这次绝对不会失误，不过他并没有发现能击败死亡骑士的对手。没想到古王的预测居然不准，亚乌拉一脸恨铁不成钢的样子。安兹大人怎么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？他早就知道了死亡骑士是掉进大裂缝才死的，要塞的一侧有足迹，另一侧却没有，说明他们是在过桥的途中掉下去的。安兹大人早就发现了这一点，所以才会对正在进行调查地面的他发出不要出声的暗示，为的就是让夏提亚自己多动脑子思考。完蛋了，唯一一个傻孩子也被带的思想敌化了。城市的上空泛起了薄雾，夏提亚和亚乌拉降落在绝土兽人面前。夏提亚首先表示自己奉古王之命前来统治他们，如果不同意臣服，他就会把6万绝土兽人杀得只剩1万只。始祖王虽然知道对方实力强大，但也不会不战而降。谈判失败，始祖王一声令下，兽人大军朝夏提亚冲去，霎时间血肉横飞，靠近的兽人瞬间化为残肢断臂，在原地垒起了高高的尸山。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虐杀几万不过是勾勾手指的事。看着族人在眼前被残忍的杀害，始祖王只好咬牙让手下选出了1万只幸存者，只要他们还活着，就有东山再起的可能。他绝望的跪倒在地，魔岛国的实力如此强大，为什么不早点告诉他呢？国王从宝库出来之后，海基马尔带来了所有愿意臣服的龙。国王刚想着没搞到龙的遗体研究好失望，就有不长眼的龙跳出来要造反，下场当然是死亡。这一下没有龙再敢反抗他了，绝土兽人也被夏提亚镇压完毕。狮子王带领剩下的族人向国王表示臣服。听到国王的夸奖，夏提亚更是感动的泪流满面，发现这里并没有能击败死亡骑士的存在。国王坦诚的表示是自己判断失误，没想到夏提亚更加感动了，他已经知道了是国王为了让他积攒经验才故意出错，这份慈悲为怀的恩情他永生难忘。然后哭着扑进了国王的怀里，无上至尊怎么可能有错？肯定是他们没有了解国王的深谋远虑。成功夺回矮人的王都之后，国王为卢恩工匠们准备了盛大的鉴别宴，并且叫来了处理完圣王国事务的小迪。帝国和矮人事件让小迪再次意识到国王的深不可测，真不知道国王究竟看到了多远的未来。国王默默吐槽，其实他连明天都看不到。他想起了游戏里曾经有一个用鹤做旗帜的千年王国的工会，鹤代表千年，龟代表多少年来着？一句万年脱口而出，小迪大受震撼。没想到国王居然想得如此深远，如果是这样，他就能理解国王的布局了，实在是太惊人的谋略了。国王羞耻的强制冷静，不，我就是随口一说。小迪讳莫如
幽深的点点头，放心吧，安子大人，我会把这件事藏在心里的。古王至今仍未知道那天小迪到底明白了什么。